婆婆中年绝经，却说自己怀孕了。我挺着孕肚劝说她别再作妖了，结果婆婆却认为我故意跟她作对，最终害我流产。面对我爸妈的询问，老公却说我是意外。我终于对这一家人死心了，害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婆婆再一次宣布她怀孕了，全家人都表现得很高兴，除了我。我不得不挺着6个月的孕肚向她解释：妈，你别闹了，你这不是怀孕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检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，你只是绝经了。我头疼地看着婆婆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。自从我怀孕了之后，她每个月都要怀孕一次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婆婆异常坚定，她坚称自己已经2个月没来月事了，而且特别喜欢吃酸，还是睡，跟怀孕的反应一模一样。这次一定是怀孕了。什么检查结果？谁看那个东西？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我老公和儿子对我比对你好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说，她这话倒是说的没错，她的儿子对她确实比对我更好。我怀孕不闻不问，仿佛怀的不是她的一样。她妈每个月一次的怀孕，她比谁都紧张。老公，我最近好爱吃酸的，你说会不会还是个儿子啊？婆婆吃着我爸妈买给我的酸梅，对着公公撒娇道：辛苦我的宝贝了。公公配合地摸着婆婆的头，我冷眼看着这和谐的一家人，内心冷笑。要不是上个星期我亲眼看到公公搂着一个年轻女的进了酒店，我就信了他对婆婆是真心的。可惜婆婆还被沉浸在夫贤子孝的假象里，也是真难为她了。回家还能跟婆婆这么甜蜜。在婆婆确诊怀孕的这1个月以来，我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婆婆每天都要吃燕窝鱼胶，说只有这样孩子生出来才能白白净净。她又舍不得辛苦她儿子，便要求我每天给她准备。但凡我表现出一点不乐意，她就会向老公告状，说我在跟她作对。而老公明明知道婆婆没有怀孕，他却乐得配合她，还要求我也要照顾她妈。你难道不知道你妈没有怀孕吗？我生气地质问她，她是我妈，你让她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孝顺？老公不以为然，她又不是我妈，我才是怀孕的那个。我的肚子突然一疼，我扶着腰捂着肚子看着老公，期盼地看着他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妈说了，她也怀过孕，哪有你这么矫情？可这是你的孩子啊！我震惊地看着他，那又怎么了？孩子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吗？我妈都能把我养大，你怎么就不行呢？老公讥讽地看着我。林雨，妈妈肚子有点疼，你快来看看。婆婆的声音从另外一个房间传过来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我去看看妈。你肚子疼就歇着吧。林雨挥挥手，仿佛在驱赶什么脏东西。我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，失神地望着肚子。我真的要给这种人生孩子吗？生下来真的是对孩子好吗？我陷入了迷茫。由于胎儿情况不稳定，我需要定期去医院检查。去医院的路上经过了一家彩票店，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。面对店员小姑娘的热情洋溢，我不好意思拒绝，就随机选了几个号码。我也没当回事，随手将彩票装进了包里，就去医院了。你这情况怎么越来越糟了？胎儿发育情况并不好，按照这个情况，你可能要来医院保胎了。医生忧心忡忡地看着我。出了医院，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林雨。老公，医生说胎儿发育情况不好，可能要保胎，怎么办呢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干什么了？我又没少你吃喝。
胎儿怎么会发育不好？林宇在电话里质问我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他嘴里讲出来的话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在外面干什么了？我吃的好不好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难道那些补品不是都被你妈吃了吗？我生气地怒吼道，那是我妈，她吃点东西怎么了？李文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又是这句话，那是他妈，难道我就应该处处忍让吗？我神不守舍地回了家，却发现房间里我的东西都被搬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婆婆的东西。为什么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去问了大师，大师说了，为了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好，我要住在主卧里面，这样我生出来的孩子才能聪明。婆婆一边把玩着指甲，一边慢悠悠地开口，那为什么只有我的东西，林宇的呢？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她，那能一样吗？林宇是我的儿子，跟我肚子里的宝宝是血亲，而且大师还说了，我怀孕期间要有充足的阳气。婆婆言之凿凿，我简直要被气笑了。这么大年纪的人，居然信这种荒谬的话。她好歹也是怀过孕的人，是不是真的怀孕？她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林宇真好回来了，一进来就直奔他妈，母子俩旁若无人地抱在一起。林宇还将耳朵贴在婆婆的肚子上，妈，怎么听不到胎心啊？傻孩子，月份还小呢，哪能这么快就听到啊？婆婆一脸娇羞地推着林宇，看着眼前这令人作呕的一幕，我胃里一阵翻涌，竟真的吐了出来。林宇这时仿佛才发现有我这么个人，他捏着鼻子靠近我，你怎么在家？你这会儿不是在上班吗？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满眼悲凉地望着他，泪水在不知不觉间流满了整张脸。我大学毕业就跟他结了婚，不顾父母的阻拦，只身一人远嫁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，远离了家人和朋友。当初他说好了会永远对我好的。林宇看我一直不说话，就想伸手来拉我，我一把推开了他。这一刻，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，只觉得作呕。别碰我，我嫌你恶心，谁家母子像你们这样的？林宇伸出的手愣在原地，他的脸迅速涨红，愤怒之下，他甩了我一巴掌。李文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恶心，你就是外面有人了，还想给我跟妈泼脏水，看我今天打不死你！林宇的拳头星星点点落在我身上，我行动不方便，只能护住肚子和头。婆婆在旁边状似着急地阻拦着林宇，但也只是口头上说说。我的余光扫到她的时候，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神情得意。就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闺蜜赵月和她的男朋友张青赶了过来，推开虚掩的门。赵月看到我被打得奄奄一息，目眦欲裂，她抬脚踹向林宇，紧紧地抱着我。林宇情绪上头，突然被赵月拉开，她继续朝着赵月挥拳，却被她男朋友一拳打在肚子上。林宇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哀叫。婆婆一看自己儿子被陌生男人打倒了，顾不得其他的，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，将林宇结结实实地挡在身后。她指着张青的鼻子破口大骂，你是不是就是李文的那个奸夫？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！我要报警！好啊，你报警了，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是怎么个说法。赵月冷眼看着婆婆，文文，你别吓我，你怎么流血了？赵月失声道。我看着下身流出的血，央求赵月快打120。在一阵剧痛中，我晕了过去。在昏迷中，我看到了一个抱着娃娃的小女孩，她站在一片光晕里，挥手跟我告别，说这个爸爸对妈妈不好，她不喜欢，这次就先走了，下次等有了一个对妈妈好的新爸爸，她再回来。我拼命地想抓住她，
却抓住了一片虚无。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爸爸妈妈憔悴的脸庞，妈妈眼中带着难以言说的悲伤。看到我醒来，她强撑着笑脸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肚子，之前隆起的肚子已变得一片平坦。看到我的动作，妈妈再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。她轻柔地摸着我的头，轻声安慰着我：是个女孩子，她可能还没做好准备，这次就先走了。听着妈妈的话，我终于是哭出了声，哭我的孩子，也哭自己的遇人不淑。病房里弥漫着悲伤的气氛。你居然还敢来！上次就应该让张青打死你！门外传来了赵月生气的质问，还夹杂着林雨和他妈的声音。从我醒来一直没有说话的爸爸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紧握着拳头走向门外。我挣扎着想拉住爸爸，却被妈妈按住了。她让我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他们来解决。你不知道林雨看见叔叔的时候有多怂。叔叔问他你为什么会流产，他居然说是你自己摔的。他以为别人是傻子吗？病房里，赵月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着他看到的场景。在看到我沉默的样子时，他叹了口气：你接下来是什么打算？这次如果不是我跟张青及时赶过来，你就要被打死了。我内心一片茫然，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。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，那就是要跟林雨离婚。住院的那几天，林雨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，从一开始的求饶到后来的威胁恐吓，我统统没有理睬，安静地躺着，期盼着尽快恢复身体，却意外地在医院里面见证了一场修罗场。你猜我在医院碰到谁了？来给我送饭的赵月一脸神经兮兮，我好笑地看着他。世界那么大，这我怎么知道？苏锦，没想到吧？我都没想到能在医院碰到他，看样子是怀孕了。旁边那男的都能当他爸了。赵月一脸嫌弃。苏锦大学时候就很有名，作风大胆，曾经被一个男的原配追到学校，当众扇了几个耳光。事后苏锦依旧我行我素，对于他人的眼光和闲言碎语不屑一顾。原本只以为是偶然碰到，却没想到他会与我扯上关系。79号李文。听到叫号之后，我起身走向看诊室，恰巧与一个人迎面撞上了，手上的纸散落一地。不好意思啊。对面的女人略带歉意的声音响起。我不以为意地挥挥手，捡起地上的纸就准备走，却在听到她老公的声音时停下了脚步。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。我转过身，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男人，他嘴角的笑容冻住了。他大概也没想到就是这样巧，在医院里面碰到自己的儿媳妇。老公，你们认识？刚刚我不小心撞到了他，正准备好好道歉的时候，你就来了。苏锦拉着公公的胳膊，嘟着嘴撒娇道。我摆摆手表示没事，转身走向看诊室，留下公公一脸怀疑地站在原地。从看诊室出来之后，不出我所料，公公拦住了我。文文啊，你怎么在医院里面？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你一个人吗？林雨他们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公公假惺惺地关心着我，我知道他是想确认林雨和婆婆知不知道这件事，不想与他客套。我开口道：放心吧，他们都不在医院里，别装了。还有我跟你儿子要离婚了，你们家的事儿以后跟我没关系。我不客气地开口呛他：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你就是这个教养吗？什么叫你要离婚了？还有孩子呢？一连串的问题砸向我，我却并没有很多耐心来依次解答他的疑问。我留下一句：问你的老婆和儿子去就走了。很快就到了出院的日子，收拾好东西之后，我带着几个朋友杀进了林雨家。
我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怎么能让伤害我的人过得那么开心？林宇打开门看见是我，原本想要嘲讽我的话，在看到我身后几个一身腱子肉的朋友之后，只能咽下去。他不情不愿地让我们进了门。什么？离婚？你想都别想！你一个结了婚、怀过孩子的女人，谁要啊？我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？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林宇大吼道。我掏了掏耳朵，真吵啊！也不知道当初他给我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我居然会嫁给这种人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签字吧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不签字的话，我不介意用一些小手段逼你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 U 盘，你少来，这个字我是不会签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打开了客厅的电视机，插上了 U 盘，里面传来婆婆娇滴滴的声音。除此之外，众人都看到了林宇跟婆婆之间不寻常的互动。除了我和林宇之外，所有人都像吃了苍蝇一样。哥们，你也太重口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妈肚子里面怀的是你的孩子呢。我的一个朋友揶揄道。就是。众人七嘴八舌的声音让林宇无地自容。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围满了人，有些眼尖的看到了电视的画面，激动地与身边的人描述着。人呐，就是这样，当看到有热闹可看又不会伤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，他们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。我挨林宇打的时候，这群人可是一个都没有站出来。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林宇也开始要招架不住了。他活到这么大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啊？一直躲在房间装死的婆婆终于出来了。这种丢人的事，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吗？你就这么想让别人看笑话吗？婆婆指着我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似的。我打掉她指着我的手，声音很厉。你没怀孕，非说自己怀孕，还吃我的营养品的时候，怎么不嫌丢人呢？你撺掇你儿子打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天呢？你都不要脸，我要什么脸？婆婆两眼含泪地指着我说不出话，那样子好不可怜。可惜我不是他儿子，这激不起我的怜爱之心。门外的人窃窃私语，甚至说出了一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陈年旧事。婆婆从小就对林宇宠得很，生活上的事情都是她一手操办的，事无巨细，因此林宇对婆婆极为依赖。高中的时候，林宇学业压力太大，婆婆甚至亲自上阵安慰林宇来帮她缓解压力，并且公公也是知情的。后来林宇顺利大学毕业，跟一个姑娘谈了恋爱，都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，愣是被我这个好婆婆给搅和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林宇一家在本地名声不太好，知道他家为人是怎样的家庭，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这种家庭。当初选中我也是因为我不是本地的，单纯好哄。听到这些话，我怒不可遏。这是多恶心的一家呀！我走上前去，狠狠地扇了林宇一耳光。原本我以为你只是妈宝，没想到你居然跟你妈这么恶心。林宇的脸逐渐变得苍白。婆婆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，估计谁也没想到事态会演变成这样。都让让，都围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公公的声音传来。婆婆激动地站起身，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路过我时，她就像是一只打了胜仗的大公鸡，又抬起了她高傲的头。事与愿违，她的老公并不是来给她撑腰的。公公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递给婆婆：“诺，签了吧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房子给你，存款也给你。”婆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，她呆呆地接过离婚协议书，不知所措。
她不明白往日对她千依百顺的老公为什么会突然跟她提出离婚。她当然不会知道了，因为苏锦的肚子等不得了。在医院遇到苏锦之后，我去找了她。虽然怀了孕，但是她还是很漂亮，难怪能将我那个公公哄得团团转。我暗示她，如果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被人骂是野种，有些事情就要提上日程了。看来苏锦是将我的话听进去了。看热闹的人已经散去了，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满眼戏谑的我，面色惨白的林雨，一言不发的婆婆，满脸不耐的公公，那两个人谁都不肯签字。阴差阳错之下，我倒是跟公公成一条战线上的人了。突然，公公的电话响了，看着他满脸堆笑的样子，不用猜都知道是谁。婆婆看着公公，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。林健，你在外面有人了吧？还说什么看在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我呸！想跟我离婚，去过好日子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公公没料到婆婆这么快就察觉了，干脆不装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就忍够你了。你签了字，我们好聚好散。趁我现在好说话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两人僵持良久，婆婆终是哆嗦，着手签下了字。公公拿着离婚协议书扬长而去。公公那边倒是顺利了，我这边就困难很多。林雨死活不肯签字儿，他抱着我泣不成声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的一个家庭没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，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不会了。他哭的样子太丑了，丑得让我有点想笑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，帮他理了理凌乱的领口。他的眼中又燃起了希望，像极了当初我哀求他的样子。欣赏了一会儿他的可怜样，我拍了拍手，掸去本就不存在的灰，别让我瞧不起你，签了吧。林雨脸色一片灰白，我打开门走了出去，留下一屋的狼藉。又走到了之前买彩票的那家小店，店员小姐姐认出了我，她说彩票中奖号码出了好几天了，让我看看中奖了没。虽然不是一等奖，但是1000块钱也让我很满足了。临走时，小姑娘说，姐姐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不要丧失希望，你总会看见彩虹的。看见彩虹之前，势必是要经历一些风雨的。在听到林雨他们的消息是在视频软件上，林雨他妈举着横幅，上面写着苏锦迷恋我夫，作为正妻，特来内妾。后面就是苏锦和他扭打在一起的视频。视频发到网上，引起一片热议，不少人痛骂小三，心疼他这个原配。竟是被他抓住了热度，母子俩趁热打铁，开启了直播。在视频里，林雨他妈装惨卖乖，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原配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不少网友被他打动，打赏了不少钱。有些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一直只有儿子陪伴在他的身边，但家里又明显有另一个女人生活过的痕迹，就开始问他为什么不见儿媳妇。林雨他妈只是叹气，装着一副为难的样子。问的人越来越多，他才不情不愿地开口，我儿媳妇嫌我儿子对我太好了，我吃了几口他的补品，他就带着人上门把我儿子打了一顿，还要跟我离婚。很多人一听，瞬间变得气愤，不少人肉出了我和苏锦的地址，在我们的家门口扔垃圾，不停地打电话骚扰我们。我还好，苏锦本就是孕期，在一次被人用水瓶砸到肚子之后，先兆性流产，孩子最终没保住。我去医院看她，她躺在病床上，了无生气，看见我，嘴角扯出笑容，但我知道她是装的，因为我看到了她眼里的恨意。出事之后，林健就没有再来看过她。说起来好笑，
我居然是唯一一个来看他的。我来看我前公公的情人，多好笑啊！你想为你的孩子报仇吗？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可是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。他苦笑道：我只是看到你没了孩子，想到了我自己。我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树叶，内心怅然。我并不是想帮他，他当小三是不太道德，但林健他们一家和那些参加网暴的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这段时间的林宇母子吃尽了网络的红利，他们甚至签了公司对他们进行包装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生活依然在被骚扰着。现在还要离婚吗？你跪下来求我，我说不定可以不计前嫌。不必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物极必反。我和林宇不欢而散，我并不害怕。我的手上有很多的证据，我在等舆论发酵到最热烈的那一点，届时一击毙命。我注册了很多个小号，时不时的在他的直播下面刷个存在感。我听说博主儿子有家暴倾向，他把老婆都打流产了。这不是之前在网上秀自己跟儿子关系好，还帮儿子缓解压力的那个女的吗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网友终于觉得有哪里不对了，开始向婆婆求证。流量反扑得太快，公司和林宇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能停播。我抓住机会，将我手头上的证据全部发了出来，从林宇把我打到流产的视频和我住院的病历，到他和他妈在家里毫不避讳的视频，以及苏锦给我的林健挪用公司公款的证据。一时之间，网友们就像瓜田里的茶，上蹿下跳。不少感觉被骗了的人要求退钱，经纪公司火速出声明解约。林宇母子一下子从天堂跌落，宛如过街老鼠，最后不得已把房子卖掉了抵债。母子两人租了个小房子生活，我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。离婚那天，我与林宇两人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我精神抖擞，他则胡子拉碴，整个人变得阴郁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手上的证，我内心感慨，为了这本证，我真的是付出颇多。我看着林宇，说了句好好保重，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见。林宇一言不发，只是一直盯着我，盯得我心里发毛。啊，这个人疯了，快让开呀！他手上有刀。路人的尖叫让我明白内心的不安从何而来。林宇这个疯子居然持刀行凶，他像个杀红了眼的变态，在人堆里面乱捅一气。我慢慢地向远处挪动，祈祷着警察赶快来。林宇发现了我，他狞笑地向我逼近。我被地上的石头绊了一跤，摔倒在地，周围的人也因为害怕不敢靠近。这一刻，恐惧控制了我，我浑身僵硬，只能看着他向我靠近。我害怕地闭上眼睛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疼痛并没有如意料中来临。我睁开眼，林宇被警察压制在地上，即使动弹不得。他仍然在咆哮：贱人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要杀了你，放开我！我浑身被冷汗浸透，一阵心悸，久久缓不过神来。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林宇被捕。被捕后，他试图狡辩，但在确凿的证据前，他最终不得不低头认罪。法庭上，林宇终身监禁。林宇他妈见儿子被捕，试图向林健寻求帮助，但林健因为被举报弄丢了工作，在本该退休的年纪还去市场打零工。他将这一切归咎于他，自然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。求助无果，房东也听说了之前的那些事情，不肯把房子再租给他。他失去了儿子，家庭破碎，在晚年失去了所有依靠，只能流落街头，靠捡垃圾为生。
后来在街头我见到过他，蓬头垢面，为了生计往返于多个垃圾桶，不复以往的光鲜亮丽。回想以前的日子，仿佛就是一场梦。人生如戏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了什么。离婚后，我回了自己的家，在一个小镇上养了一只可爱的狗。爸妈时常在我耳边念叨着让我再找一个，我都是一笑而过。这种事情顺其自然，急不得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如果是我的命定之人，那么他早晚会出现。半年之后，赵月结婚了。看着台上穿着婚纱的赵月，我泣不成声，既是为我的好朋友得到了幸福而高兴，也是为我自己终于摆脱了那段痛苦的日子而高兴。再后来，我开了一家店，店面不大，但干净整洁。我成为了一名情感博主，帮助一些跟我有差不多经历的人。也会有不少人千里迢迢跑过来，只为了见见我，见见这个帮助他们走出了低谷期的人。我跟他们不少人也成为了朋友。这样的生活平静而美好，或许平凡，但这个世界不正是由一个个渺小而又平凡的我们组成的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